大家知道啊，一艘船啊，从它下水处女航开始啊，到它这个被解体服役完毕，这个它始终处于3种状态啊。第一种状态呢就是在航啊，第二种状态呢是靠泊，第3种状态就是锚泊了。那我们看啊，我们船现在就是正在锚泊啊，前边的那个 MSC 那条船呢，经过我们船头，那么对于它来说，它就是在航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讲讲这个锚泊。那么船为什么要锚泊呢？一般就是等候进港、上下人员、维修啊、检验、避台等等啊。好，那抛锚到底抛在哪里呢？这个不是你想抛哪里就抛哪里的啊，它是有要求的。你比如说在大洋中啊，你是不可能实现抛锚的。首先呢，这个水深啊就不够啊。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太平洋的这个马里亚纳海沟，这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啊，深度达到多少？那么看一下啊，1万多米，超过1万米。你这个把珠穆朗玛峰你填进去都不够看的，你怎么可能抛锚呢？对不对？那你说我到港口附近啊，水深合适的地方去抛锚，也不行，也是有严格要求的。你比如说，你不能抛在航道上吧？你抛在航道上，人家进出口的船还怎么通过呢？对吧？另外呢，对底质也有要求啊。那海床都是岩石，都是石头，还能让你抛你也不抛，对吧？别的咱不说，你把锚抛下去，你抛在石头缝里边了，你还怎么起锚呢？对不对？而且还有海底电缆、海底设施啊，还有这个必须是开阔的水域、足够旋回等等一系列要求。所以呢，每个港口呢都有它指定的锚地啊、锚区，甚至于指定的锚位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看到的这个呢，就是苏伊士运河南端入口处的锚地啊，它是让开这个主航道的。这个呢就是新加坡西边的一个锚地。我们上次呢就在这边抛的锚，因为有这个潜水员来这个检验啊，来测候检验，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抛的锚，就看都是符合要求的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底质，我们以苏伊士运河为例啊，这南端入口的锚地，我们看海图，这边有个 M 啊 ，M 就是 mud 泥的意思，就代表呢它底质呢是泥底，大家记住了，泥 mud， 这个泥我没骂人啊，这个是我给大家翻译。好，锚地选好了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锚啊，这是我们船的这个备用锚啊，这种锚型呢叫波尔锚，它多重呢？它是13.35吨。这样的锚呢，我们有2个啊，船头左右两边，一边一个。它这个绿色的高高的圆圆的，这就是锚机啊，锚链呢是挂在上面的。来看我后边啊，这边是船头方向啊，船头方向。好，我带大家具体看一下啊，我们看右锚啊，右边的这个左右一样的。看这个锚链啊，挂在这个锚机的卷筒上边，然后这一端呢，我们看啊，这一端就是锚了。它已经紧贴着船体，就代表已经收回啊。这边是锚，那另一端呢就是锚链仓啊，这个储存锚链用的，所有的锚链呢都在这个锚链仓里边。给大家看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呢就是这个锚啊被收回的状态，就是这样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锚链吧，啊，这个呢就是锚链啊，我们看它的锚链环有多粗啊。这个锚链环的这个直径呢是这个102毫米，也就是10.2公分，然后呢锚链呢就由这样的环啊一环一环的啊，然后最终呢是有一个卸扣啊连接在锚杆上的。我们看这张图片啊，这个锚链很长，那么锚链的长度是如何计算的呢？我们锚链长度呢是用节来计算的，每一节啊是27.5米。那么我们船呢一共有13节锚链，那加上锚杆的长度，加上那个卸扣，对不对？那总长呢到了371.25米。那么在抛锚作业中呢，我们锚链到底抛出有多长了呢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。那我们怎么知道的呢？我们有传统的这个锚链标识计数法啊，也有呢用这种
机械式的计数器我们船就是用的这种还有更先进的呢是电子计数器。那么在驾驶台终端呢，可以直接显示抛出去的长度总而言之吧，我们有很多办法来监控抛出去的锚链长度。我呢时间有限，就不一一介绍了，大家知道呢我们可以监控就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个示意图这个图呢是我画的，这个字呢也是我写的，这个字写的好难看我就说当这个锚这个抛下去之后呢，这个锚就在海底就翻滚。那么随着这个船的反向移动慢慢后退，这个两个锚爪呢最终会插入海床产生抓力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锚链呢这个铺陈在海底呢也会产生一定的抓力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两个力呢就会把船呢这个稳稳的固定在海面上。那好，道理讲完了，我们来看一看实际是如何准备抛锚的。首先呢是给锚机供电，然后解开绑扎，然后呢这个打开支链器，这个就是支链器给它打开，然后合上离合，把刹车松开，用这个锚机的控制杆呢来控制这个锚链的入水程度，这样呢随时就可以抛锚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起锚当这个锚绞到位之后我们就刹住刹车，松开离合，然后合上支链器，然后再把锚呢紧固即可。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抛锚起锚的这个过程。这个视频制作不容易这个做完了呢要反复审核。果然我在这个审核的时候呢，发现了这期视频呢在抛锚过程中呢有个小小的漏洞。那么你能发现这个漏洞吗？这期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